矮轴要火这个词大家已经听了很久了，起码到现在好像还没有掀起太大的动静。主要的问题还是矮轴建成偏短，触底没有普通高度的轴体干脆，这是受限于物理层面的问题。但是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只要价格到位了，那一切这把 T184可以说它是第二款让我觉得不像是红龙出品的产品。上盖采用了铝合金的材质，表面做了细腻的阳极氧化处理，让这款键盘的正面颜值是非常高的。再结合单模199、三模299的起售价，放在同价位中是基本找不出竞品了。但咱们做评测，该说还是得说，键盘背面的条纹设计和塑料的晒纹处理和正面存在一定的偏差。这种多层条纹的重叠设计，在我的印象中还是以前的游戏键盘上更加常见，放在这种主打办公的键盘上就有那么一点点的出戏。T184这一次在配置上一共准备了6款，除了比较常见的黄白和深灰，这次还推出了比较特别的绿色。除了金属上盖氧化的颜色不一样之外，键帽也有透光和不透光的区别。绿色版本的字符是不透光的，在不开灯的情况下会更加的清晰一些，整体的外观会更加的偏年轻化，我相信也是更多年轻人的选择。三模开关和模式切换按键被放置在键盘左侧，接收器和收纳仓放在底部，整体的操作还算方便。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，这把键盘是支持 Win 和 Mat 双模式的原生切换的。Mat 上的2个功能按键都在键帽上有做 FN 层级的标识，可以在不更换键帽的情况下无缝的在2个系统之间切换。但比较可惜的一点是，199配置的单模版本是不支持这个功能的。如果说你是 Mac 系统需要一把键盘的话，那就只能选择3模的版本了。这里还是得感叹一波红龙的刀法精准。因为是矮轴键盘，使用游标卡尺测量键盘厚度，最薄处12.8毫米左右，最厚处20毫米，和普通的机械键盘放在一起，差距还是蛮明显的。在外出时配合电脑包使用，基本上是没什么压力的。至于轴体方面，有高特矮红和矮青可选。如果环境允许的话，我个人更推荐这一个矮青轴。青轴自带的一点段落感和敲击响声会让确认感更加的强一些。因为是矮轴键程短，所以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回弹软的问题。青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这个问题。红轴这边的话，手感就相对的偏软绵一些了。同时，键盘也支持热插拔，虽然是套筒的，但矮轴键盘本身可选的轴体就比较少。热插拔最大的意义还是以后轴坏了方便更换，降低键盘的维修成本。顺带一提我和大家说一下这个轴怎么拔。正常的轴体是夹上下两边的卡扣，矮轴的话上下两边是平的，要左右夹。因为卡扣比较浅，所以要稍微用大力一些。方法对的话，还是蛮好拔的。无线连接的话 ，T184支持3模，蓝牙最多可以连接3组设备，内置的电池容量是1600毫安时，续航时间估计在160个小时左右，差不多1个月充一次电是 OK 的。通过 FN 加序也可以直接查看当前的电量。100次循环测试得出的延迟结果是有限为18毫秒左右，2.4G 是23毫秒，在蓝牙的情况下是41毫秒。因为测试的环境和设备不同，所以说我频道的产品只做一个横向的参考，也不要拿去和其他 UP 主对比，这样就没有太大的意义。23毫秒的无线延迟在游戏中绝对也是够用的水平了。再说回配列，T184一共有80个按键，上面是完整的 F 区加上7个常用的功能按键和方向键。没有接触过紧凑配列的用户，初次上手可能会感觉略有一些局促，习惯之后就只剩下节省空间和使用这2个优点了，可以说是目前比较适合矮轴的一个配列方式了。总结一下 ，T184的售价在矮轴键盘中绝对算一个独一档的存在，算是弥补了这个价位的空缺。这种矮轴可是要比笔记本上的剪刀脚好用太多了。当然，受限于价格方面，T184在一些细节方面还是有可以改进的地方，比如说内部的金属倒角没有做到完美，塑料和金属上盖的过渡缝隙略大。但同价位中也找不出比它更好的选择了，这些也不是不能接受。最后还是要提一嘴如果不怕吵到别人，还是尽量选这个轻轴，因为红轴虽然安静，但手感有点太软了，这是我个人一点点小小的建议。好了，那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